哼。123。怎么把我人开这么多个？来，各位，我们要稍稍谈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是比较特别一点。各位事务所的好朋友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5月6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要跟各位聊的是不死身阿扁重返荣耀啊，赖校长你要当心啊！我们会讲到陈水扁、赖清德、王义川、蒋万安、阿扁88大侠。文艺复兴料理鼠王，12行政区大清宵吊手孙子兵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还有2028的前哨战。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今天忽然讲到这个东西？但事出异常必有妖，我就是最近看到了很异常的状况，忍不住要做这么一集，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那这一集有多异常？坦白讲，我本来根本不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一集的，直到我认真看了陈水扁自己的 threads， 然后我看到了他到底做了多少恐怖的、你没办法想象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值得做。那既然值得做，我就要跟各位好好的聊一聊。那聊什么呢？来，我们先讲这个故事啊。2026年5月3号，几天之前，高雄民主路一条人龙排了3条街啊，从咖啡厅门口排到南台路，一整个就是很多人。那我不知道多少算是很多人，可是你很少看见，在一个小地方没有宣传的这个活动有这么多人。他从咖啡厅门口排到南台路，绕到明星街底，看不到末端。有3岁的小孩在排队，有90岁的长辈在排队，有推轮椅的，有抱小孩从台北下来的，甚至民进党现任不分区立委王义川啊，也在那一条人龙上面。而且据说他也排了3个半小时，他们等的人是一个保外就医被自己党切割18年，连卸任总统办公室都被取消的76岁老人，他叫陈水扁，一个千夫所指的男人，又回来啦！来。他最近的梗啊，从什么文艺复兴战到酷到你无法抗拒，对，海巡王到一击必杀蒋万安，这个76岁的老人用一张一张的迷因图，几个字回复，让整个民进党侧翼相形之下，简直是幼稚园呐！孙子兵法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们，这一位76岁的不死身战神，正在2026年的 Threads 战场上，让赖校长看了不禁觉得手抖了一下，也就是2028年的第一枪。
已经在民主路那3条街长的人龙展开了。阿扁重返荣耀，赖校长你要当心啦！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要特别强调啊，今天除了封面之外呢，所有的内容全部，我要再度强调，全部都是由阿扁自己做的梗图所弄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一张梗图是阿扁自己做的，而且他嘲笑自己的手抖，来，你可能很没办法想象这一张到底是什么意思。来，我们为各位稍稍讲一下。我们今天讲不是政治评论，坦白说，还有人在讲说什么朱大又回来，我跟你讲不是，是一个网络迷因梗，怎么让一个男人跑回来啊？我跟你讲，你不要说温水煮不了阿扁，现在简直什么水都动不了阿扁啊！这是一场游戏。2026年5月3号下午，高雄市新兴区民主路26号一家叫做 Loyal 咖啡的咖啡厅门口，真实上演的一个现象。我先把这场戏的舞台跟各位描述出来。民主路26号这个地址听起来很普通，对不对？就是高雄一条巷子。但是我要告诉各位，5月3号下午2点半，这巷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潮啊！人潮啊，不是普通的人潮，是绕了3条街的人潮。有一个郭正亮的偶像又回来了。我把当天的报道贴给大家看，是绕了3条街的人潮。队伍从咖啡厅门口开始排，沿着民主路一直往前排到底，转弯到南台路，沿着南台路一直走，再转弯到明星街，最后看不到末端。民主路、南台路、明星街3条街，3条街，你们在脑海里面先建立这个画面啊！一个76岁的老人要在咖啡厅里面签名，结果咖啡厅门口的队伍绕了3条街。这老人是谁？这老人叫做陈水扁，而且更恐怖的是，这个签名会的活动没有任何政党动员，没有任何侧翼炒作，没有任何文宣公司操盘。5月8号，阿扁在 Threads 上面发了一篇文，我念给各位听。为了不让阿扁粉丝失望，阿扁说到做到，我们要办一个补签会，也就是这是第2次活动。第1次呢是在台湾民主运动发祥地，看你把宜兰跟嘉义放哪里？他说场地还在借，不能太大，凡跟阿扁有关或有意义的东西都会签好签满。不过国民党东西没时间签5月3号，阿扁也想见到你。阿扁自己当时还说了一句话：“哎呦，怕是万人响应，无人到场，他怕没人来。”结果5月3号下午，他怕的事情完全相反。我把现场数字报道念出来，有人从早上11点就开始排队，活动下午2点半就开始，他整整提早3个半小时有人到现场。第二，整体粉丝平均等了将近3个小时。大热天呢，没有椅子坐。第三，从3岁签到90岁，3岁呢？你知道3岁小朋友怎么可能记得阿扁总统？他连自己几岁都不一定记得，但他在那里他跟着爸爸妈妈排队排了3小时，再来，这是阿扁他自己说的，1半以上都是年轻朋友。来，我帮各位算一个数学啊，阿扁2008年下台，到今天2026年，整整18年了。一个现在30岁年轻人，2008年的时候才12岁啊。一个现在25岁的年轻人，2008年的时候才7岁。换句话说，今天去民主路排3个小时队，这群年轻人，他们对陈水扁总统时代根本没有完整的成年记忆，但他们主动去排队，主动站在大太阳底下，主动带着自己最珍贵的物品要给阿扁签名。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们不是去怀旧。你们叮叮叮，你不要再说什么高雄有郑清柱力挺，郑清柱都已经退休了啊！
那是他女儿要接手了，好不好？他女儿都减肥成功了，你还振兴柱了？他振兴柱几十岁了啊？这代表什么？这一群年轻人哦，不是去怀旧的，他们是去投票的啦，投给现在的政治一张反对票。这一集是我们真正发现的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不是阿扁要回来，是人民不管蓝绿，特别是绿营的支持者，对现在的政治彻底放弃了。你知道这个签名会啊，有哪些画面？邱意莹立委到场献花哦，黄捷立委到场献花哦，高雄市议长康裕成现场拿出珍藏的扁娃存钱筒要签名，而且他在受访时很可爱的说：“我收藏了20只扁娃，今天特别替他们洗脸洗脚。”这场签名会最关键的人呐，不是这些献花的人呐，这些都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民进党现任不分区立法委员王义川。为什么我把王义川拿出来讲？因为这个人一个人就值得这一集讲半小时。他是现任不分区立委哦，但他真正的本质不是立委，他的工作是风向王，好不好？那三立民视政论节目上，他的工作就是分析网络舆情啊，判读选战风向啊，评估罢免动能。他想什么，就等于发动攻击。有一群侧翼要跟风什么，他自己就是风向。虽然风向大王有很多时候会翻车，去年大罢免，王义川说会大胜，结果32-0惨败。他人生中很多是误判，但这一次大概最大。好啦。但问题是，这是一个风向大王，大家总承认嘛，他就是跟着风走啊。5月3号那一天人在哪里？他在高雄民主路26号路口跟3岁小孩、90岁长辈推轮椅的抱小孩的阿扁说，他站在同一条人龙里排了3个半小时，而且最荒谬的是，各位。对风向王王义川来讲，同一天提名风向王王义川的党主席兼总统赖清德在进行一个外交突破。赖清德搭乘史瓦蒂尼国王的副总理专机，其实就国王专机啊，以 ATA 叫抵达后公开模式突破了中共封锁，顺利抵达非洲史瓦蒂尼。这是赖清德5月最重要的政治成就哦，各位。一个民进党现任不分区立委，在自己党主席兼总统外交突破那一天，他没有去总统府声援，他没有上节目升疾呼，他没有去机场，他没有发脸书护航，我不知道他发了没啊，我没有很仔细看他的脸书，但是他跑去高雄排前任贪污被关的总统的队，排了3个半小时啊。这不是普通的出席呀，是风向大王用脚投票啊！他的工作是判读风向，他有一阵子好像是民进党政策会的执行长，对不对？如果阿扁签名会冷清，他不会去蹭这个热度啦，因为他去了反而被酸绿营侧翼来救场了。他去了，而且很早就排队，代表他事前判断这个现场会爆。然后他选择站在那一条人龙里面站3个半小时，这代表他的行动让所有有在分析、仔细观察的人，他的行动什么意思？叫做阿扁这条船比赖校长那条船更值得我上。王义川在用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本领——风向判读，告诉绿营一件事情。2028年的赖校长不一定值得各位投资啊！风向大王嗅到了这个改变，他鼻子很准也很灵嘛。当风向大王开始排队的时候，手抖的就不是只是阿扁呐，赖系要小心，校长要小心呐。这就是这一集的开场戏，一条人龙3条街。风向大王排3个半小时，
同样的现任总统搞外交突破，结果整个当天民进党在网络上最大的曝光集中在那条人龙上，而不是史瓦蒂尼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带大家看完这场戏的所有层次，从阿扁本人的视角 ，Threads 的民营战术到绿营鼠患攻势的失败，孙子兵法战术解读，最后到赖政府现在面临的挑战。我跟各位说，来，民主一条街，我要讲的是，这一张是阿扁自己做的图卡，这不是什么侧翼做的，是阿扁为了宣传他那个活动。叫阿扁也想见到你，你看这是怎么搞的？是怎么搞的？他自己拿着手机，然后我个人怀疑他现在在用 ChatGPT 用 AI 做出这一张图啊！哇，好，而且我们看哦，你看这张图，我也很认真的为了阿扁呢，将它整个图像化了。图像干贴错，等一下我的也不是这个，妈的我的影片到哪里去了啊？这个啦，各位你看这整张图，一路拉了3条街呀，一半以上是年轻朋友。王义川亲自排队，从3岁到90岁，11点开始，有人8点半，更正7点半就去排了。你叫大家情何以堪呐？你叫现在的绿营情何以堪呐？各位，好吧，但我们要进到下一章了。不死鸟陈水扁为什么忽然之间又爆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各种各样利用现在的大量的梗，马上就复活。你也知道阿扁为什么可以保外就医，就是手抖。但是他特别做了一张笑自己啊，叫手抖也不觉得累啊，因为我是为你们签名，签到手抖啊。你有没有觉得这很荒谬？你有没有觉得这很荒谬？来，我们讲现场盛况啊，给你看一个更恐怖的东西。5月3号签名会结束之后，我们画面上面的这一张图，就是阿扁本人在 Threads 上面的贴文。你还说一个贪污犯怎么会爆红？干，这才是恐怖的地方，好不好？没有人在乎有没有贪污犯呐，因为他现在感觉就是绝地翻身了。这有没有话题？有，这就是阿扁本身贴的话题。这篇文的标题叫做“感恩排队签名的粉丝让阿扁签到手抖”，手抖哦。一般政治人会怎么处理手抖这个负面标签？蔡英文会怎么做？否认、淡化、转移焦点。赖清德会怎么做？回应、解释、找专业背书。蒋万安会怎么做？派发言人说市长最近状况很好，但阿扁怎么做？阿扁自己拿这个东西自嘲。你觉得这个状况是目前当今政治人物做得到的吗？干，做不到，好不好？他还把自己 P 成戴着扁帽，你看这多恐怖，多么恐怖啊！各位，多么恐怖啊！我跟你讲，这想到这个梗是人才，对不对？这是阿扁自己弄的啊！你看。这个是我们多熟的迷因图，阿扁穿着橘色羽绒衣，这样戴绿色毛帽，那个毛帽就是扁帽，还比着手势，旁边2个大字写手抖，然后阿扁笑容满面说为你们签到手抖。这个动作叫做负面标签转化，是顶级政治公关的最高境界。阿扁把一个受刑人保外就医，因为他手抖的负面标签。主动转化成情感连结的勋章，手抖原本就是他，我们常笑他说妈可不可以打电动啊，什么东西？结果他后来也不抖了嘛，出去就不抖了。但阿扁说，我现在手也抖，我是为你们签到手抖，这变成爱的证据啊。这个动作呢，
赖清德团队从来没有做到过，他们的策略一直是否认、反击、淡化、忘记。阿扁是承认、拥抱、升华。来，阿扁原文是怎么写？有人从10点就开始排队，平均将近3小时的等待。大热天没有椅子坐，大家不辞劳苦远从台北下来，粉丝来自全国，或抱着小孩，或推着轮椅，从3岁签到90岁，一半以上都是年轻朋友。继续，阿扁签了什么东西？除了扁帽、阿扁公仔等扁帽系列商品。竞选旗帜、纪念酒，阿扁还签到结婚证书、退伍令、市长奖奖状、残障手册、纸钞、棒球已经刚列印下来的最上面的迷因梗图。这份清单就是这个时代的切片呐、结婚证书、人生大事让阿扁签，退伍令、兵役记忆让阿扁签，市长奖状、小学时代的荣誉让阿扁签，残障手册、社服身份让阿扁签，纸钞还有钱哦，这违反中央银行法第29条啊，我们不讲这个啦，但有人带来，而且我也签过。棒球是运动记忆让阿扁签。刚列印下来的翠上迷因梗图，最现代的网络文化让阿扁签，这不是政治签名会，这是集体记忆的考古现场。民众把人生过去历史最重要的物件拿来给阿扁签，等于是在说这个东西在我的人生很重要，我希望它跟你的时代产生连结。阿扁签有些东西真的很不好签。只好在额头签匾，就是那个来的人，他在那额头上写一个匾，或是匾帽标签上挤水匾。额头上签匾一个成年人让前总统在自己额头上写个匾字这是什么？这是现在整个绿营里面政治信任彻底瓦解，找不到新方向之后，人民对一个象征的饥渴。当你的现任总统实讲不完，出访跑去，你的所有官员还要跟这个王后下跪，首都市长呢变成老鼠大作战，那个选战还没开始都在打老鼠，民众找不到什么偶像信任的对象可以去信任，只好找一个已经不在权力位置上，不会再伤害他们的老人，在他额头上签个字啊。来，我们刚讲了，阿扁还特别写，不好意思让川哥委员排队3个小时，川哥就是王义川啊，风向大王啊。阿扁还特别把他点出来，就是连你现任不分区也要排3个半小时队给我签。阿扁说不好意思才是真正的政治杀伤力啊。这个不好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潜台词叫做川哥啊，你身为现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是赖清德党主席的同志，你的位置还是民进党党主席提的，你居然来排我这个被你们党切割了18年前总统的队，我不好意思啊。这个不好意思，校长听到了，可能也会跟着手抖啊。欲强疾屈，借花献佛啊！你不会觉得这差多少 ？KT 数讲的没错啊，台湾之子对上台独金孙，差1个辈分呢。你是台独之子，他是金孙，那他就是你的爸爸辈。而且阿扁还在那个文末写上，因为他这个是补签会。感恩3月在翠上许愿，在结婚证书补签名的年轻夫妻，促成昨天的盛会。你知道这场签名会的起源是什么？一对年轻夫妻在 Threads 上面随口许了一个愿，希望阿扁能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补签名。阿扁看到了，回了一个好，然后就办2场活动。这是当代政治奇景。不需要党工，不需要动员，不需要文宣公司，不需要公关活动，一个更生人保外就医的前总统，一对年轻夫妻的 threads 许愿，阿扁亲回5月3日1条人龙3条街。这个流程跟民党中央现在所有的选战操作逻辑完全相反。
民进党现在是中央决策、侧翼炒作、全民动员，结果反效果。阿扁是年轻人许愿，老人答应，年轻人来爆满。你看，我是民进党党中央，我真的会害怕。我给各位看一个最动人的故事，这个是阿扁，大概昨天还前天吧，在Threads上面海巡，就你知道海巡什么意思？他就会自己跑来跑去，妈到处乱留言，各种各样乱留言呢、啊。你可以上网去查，阿扁真的很爱海巡，他跟那个海巡署的招募中士一样。好了，这故事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儿在 Threads 上面跟阿扁许愿，她说许愿阿扁总统可以海巡到，想给5月11日告别式的爸爸惊喜，希望阿扁祝福我那扁迷爸爸放心云游天堂。从小爸爸带着我听阿扁演讲，参加反核四游行，牵手护台湾活动。他有生之年票票民进党，票票投阿扁。5月11号是这位女儿爸爸的告别式，也是扁迷的告别式。阿扁回复，阿扁回了哦，他说不好意思，10点半以后就没有手机了。感恩爸爸生前的不离不弃与无条件力挺，祝爸爸在天之灵安息，全体家眷节哀保重，平安顺心。哎，各位，这个画面有多动人？一个76岁手抖保外就医被自己党切割18年的老人，接住了一个女儿对他父亲的最后告别。10点半以后就没有手机，是因为他儿子说，陈致中说我怕我爸手机成瘾，所以我们10点半就要收手机。他代表阿扁本人的手机不是团队在管的，是他自己要起床要睡觉。10点半是儿子要把他手机收掉了，要就寝呐。赖清德团队有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我实在没看到，也许有吧。阿扁一个人做了整个民进党党基地最近都做不到的事情，他接住了一个扁迷父亲的最后一程，这就是真实的政治影响力。这位父亲生前票票民进党，票票投阿扁，但他临终的时候，他女儿需求的不是民进党现任主席的关怀，不是现任总统的问候，是阿扁本人的一句话，而阿扁回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对照前面签到手抖也不觉得累，这什么意思？因为这位老人懂他们。校长啊，校长，你懂不懂呢？好，接下来就要进到一个很神秘的梗图了。文艺复兴传，我再度强调，这一张也是阿扁吹票的自己做的梗图，他把他这辈子从小到大的各个阶段，包含了你看我手比这个地方是他穿 Michael Jackson 和超人衣结合的上舞台，还有后面有什么演讲啊等等等等等等，他自己做了一个梗图。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这比你想的意义要多了。我刚讲的是现场，但是我们要让各位看到 Threads 上面真正的反思浪潮，也就是我说我不谈政治，所以我现在在谈的网络现象，这不是政治，这是网络上的民意翻转啊。5月3号签名会结束之后 ，Threads 上面有一则贴文，这则贴文3万人浏览。他的分析很简单呐、他说为什么阿扁人气暴增哦？相较于现在那些动辄拿性别议题公审、收入多寡攀比，很潮很酷但不问世事，或是给台湾因娜台湾孩子们在公共空间设下重重难关的台派，阿扁让我们想到那个我们 DPP 我们民进党人很 easy going 的年代。那个每次参加游行拿着没什么设计的标语却很开心的年代，那个台派善待每个台湾小孩的年代，那个在重重包围下
我无法带来完全的改革，但我完全懂你们那个奋斗的年代。哎，你知道吗？这则贴文之所以爆红，是因为它精准命中了当下台派内部的集体不爽。因为民进党执政久了，他忘记他以前是多么珍惜任何一票、任何一个支持，甚至我们网友以前还买过扁帽，还投过陈水扁。但你现在的台派、现在的民进党、现在的赖政府是当年的民进党吗？对不对？陈安人说 “Make DPP great again”， 那什么意思呢？现在的台派动辄拿性别议题公审，妈，每一个人暗赞一个啦啦队表演，也妈东看西看，然后说这个妹子很正，也东看西看，收入多寡攀比。你看看那些接标案的，你看看云豹小公主，妈，你赚多少钱能够跟她比吗？再来，很潮很酷，但不问世事啊！我不知道这在讲谁，但是你在 Threads、你在 Facebook 上看到很多什么阿叉博士啦，什么叉叉人妻啦，干很潮很酷，但是跟你讲说林薯发芽可以吃，然后再来哦，给台湾安娜在公共空间设下重重难关，什么意思？你搞了那么多限制，搞了那么多自我检查，结果我他妈上街唱个歌、示个威，都要担心被自我检查，这什么意思？过去几年哦，我一条一条拿出来讲了。过去几年，台派内部只要有人在性别议题上面讲错一句话，用错一个字，表态不够进步，他们就以为自己是民主党了。他不是民进党，他是民主党。你会被网络洗版、被公审、被 cancel， 不准上节目，不准这个，不准那个。这个风气让很多原本支持民进党的中间选民啊疲惫不堪，因为会累，你懂吗？你每天都在东 cancel 西 cancel， 天来天去，到底在 can 什么？收入多寡攀比是什么？台派变得很精英化、消费主义化，动不动就在比谁住信义区，谁开特斯拉，谁带小孩去欧洲旅游，忘记了民进党原本是一个平民政党，是一个农民政党，很潮很酷，不问世事是什么意思？台派变得只关心身份政治、认同政治、时尚政治，但不关心电费，不关心物价，不关心房价，不关心年轻人买不起房。你只关心红豆饼是不是之语，对不对？来，所以给台湾安娜在公共空间设下重重难关呐、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要支持民进党，可是我站出来有很多事情，那东也要想，西也要想，不能像以前一样挥洒自如了。这四个词啊，是一个自认台派的人对现在台派的批判。他可不是国民党的、啊，他是铁台派啊。他的这篇贴文翻译成中文叫什么？我们这群台派已经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了。然后他的反差组是阿扁时代的 easy going DPPer。easy going 是什么？好相处、随和、不严肃、不教条。阿扁时代的民进党支持者，哎，这你来啦，赞呐、啊！支持我们就请你假吃东西呀、啊！你记不记得当时青鸟飞出来之后，青岛东路上面很多人是怎么样？很多妈那些菜兵，民进党年轻支持者说干。没有高铁票啊！大家赶快抖内我啊！怎么没有红酒牛排呢？大家赶快抖内我！我今天来这边吃了很多东西，好开心。没有我就不来了。阿扁时代的民进党是一个会自嘲的政党，会犯错的政党，会跟年轻人对话的政党，会脸红的政党，是一个弱小但是希望所有人帮忙他的政党。但是赖校长时代的民进党是一个说教的政党，找戴罪羔羊的政党，大罢免动员的政党，不会脸红的政党。大罢免输了哎，校长有没有对那些辛辛苦苦在街上动员、被大家笑开怀的那些人道过歉，说感谢你们的支持？差别在哪？差别在于自我反省的能力啊。
他写的这一个接下来这句话呢，我猜应该是阿扁讲的。他说：“那个在重重包围下，我无法带来完全的改革，但我懂你们。”这句话很重，那是一个奋斗的年代。吴永祥说：“我在新加坡碰到陈柏惟跟卓冠廷，我差点叫出他的名字。”嘘，我想说这些人去新加坡干嘛呢？无法带来完全的改革，但我完全懂你们。这就是阿扁式的政治语言，承认自己的限制，表达对人民的理解。我们的赖校长会这样讲话吗？赖校长会说我无法带来完全的改革吗？不会啊。赖校长的团结国家实讲永远都是我们将会，我们必须，我们一定，永远都是承诺命令，没有承认。阿扁敢说我无法，校长说我们必须，差别在哪？承认自己无法的人，反而能让人民相信他懂他们；只敢说我们必须的人，会让人民觉得他高高在上。所以，我们把这一个段落拉到最核心的地方啊，真正的概念叫做现在的民进党变了。签名会3条街的含义，也不是人民爱阿扁，是人民对现在的民进党很失望。我要找一个逻辑来安慰自己。阿扁是一面镜子，他不是要回来，他都已经被判那么重的罪，现在保外就医，还没服完刑，还没有被赖清德特赦嘞。他重新走红，是让现在的民进党要看清楚变成什么样子了。而正面镜子这个检讨，在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有3万个 Threads 用户在转发，10万个 Threads 用户看到了文艺复兴赞，民进党怎么可以不担心？民进党怎么可以不担心？好啦，你看这更夸张了，我他妈简直没有办法想象陈水扁到底现在脑中有多少的梗图，多少的梗。我可以保证，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民进党的人有阿扁这么大的弹性，这么大的战力。我们在这一章就用这个开头告诉你阿扁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哎呦，来，接下来看到的东西会让你们大开眼界。一个76岁老人在台湾的 Threads 战场上做一件比整个民进党整个团队加起来还要恐怖的事情啊！来，你看一下这张图，76岁的老人穿着绿色篮球衣，号码67，胸前是什么？TikTok， 谢谢简简单单做自己，还有谢谢你的宝箱。那双手抱头，这是秀肌肉，对不对？然后背景黄金爆裂，还露出1毛，武侠片金光特效，4个大字，It's so cool。这是阿扁本人在 Threads 上面发的单张图，10万次浏览呐！这是台湾政治史上我可以说最重要的一张迷因。而且有网友知道了，通北街黑丝交流协会知道 6-7， 为什么？我说了，这不是政治，但是这是广告行销分析呀、啊。这张图一个动作完成了5件事啊。第一个 6-7 6-7梗是很夸张的一个美国青少年梗啊。这个东西我帮你解释一下。第一个，有人会猜说啊，是不是阿扁76岁倒写成67？不对，现在这一个 6-7 梗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任何20到30岁有滑 TikTok、IG、Reels、YouTube Shorts 的观众，会看到那张球衣图的第一个反应就 6-7。他们知道这是2025年全球性的 brain rot 梗、脑腐梗，跟阿扁年龄完全无关呐、啊。来，这什么？这真的
这代表阿扁不只懂台湾迷因，他懂2025年全球 Z 世代的 brain rot。因为这一张图里面结合那么多东西，你看，我们讲第一个，那是2014年连胜文文艺青年，有没有？这是选战迷因，好不好？而且还有这个阿扁也懂那个 Rick Astley， I'm not going to give you 哇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他也懂。然后1980年诸葛亮东山再起的台湾秀场文化，他也懂。2025年 AI 的图生图工具，他也懂。Six Seven 梗是2024年到2025年才爆红，是最红、最当代的脑腐的迷因呐、所以他不只懂历史迷因，他还懂最新的脑腐迷因。76岁的老人懂这个，我等下解释给你听。来。你想想看，这荒谬有多荒谬？赖清德团队平均年龄是40岁以上的幕僚，不懂 Six Seven。王义川风向大王，他可能也不懂 Six Seven。蒋万安也不懂 Six Seven。我其实也不是那么懂，但是76岁的阿扁懂 Six Seven。这不是世代差距，这简直是次元差距啊！这个梗的政治战术意义叫什么都不代表，所以什么都可以代表。因为 Six Seven 就很北蓝，是你会忽然间看到一群青少年说 Six Seven Six Seven， 你6尺7寸，他也喊 Six Seven， 然后叫号叫到 Six Seven， 全素食餐厅会一起喊 Six Seven， 所以他什么都不是啊，所以他什么都可以代表。阿扁的形状根本不固定啊，他可以是迷因王，可能是海巡王，可以是阿扁巴巴大祥，可以是文艺青年，可以是写蜀换 SOP 的前任市长，可以是回复告别式女儿的老爷爷。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什么都不代表，所以什么都可以代表。孙子兵法跟 Six Seven 两个跨越2500年的概念，在这个6、7号球衣上面汇合。阿扁在做的事情是用 Z 时代的语言吞噬 Z 时代的文化资本呐、这是 Z 世代年轻人自己的文化资本，你爸妈听不懂，老师搞不清楚，学校大声笑。他穿了这个6、7号的球衣，他简直像是史莱姆穿越，就是穿越成为史莱姆又怎样？那个3条悟一样，5条悟不对，3上悟。他把 Z 时代文化资本吃掉，变成自己的年轻符号。你想想看 ，Z 世代年轻人会说什么？我跟你讲，那个手势我都学不会。妈，这个实在是很难。你说什么？6、7是左手跟右手手心向上轮流摇，干学不会。Z 世代年轻人会懂，他懂我们，而他懂我们是什么？政治信任。赖校长没办法做这件事情，蒋万安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整个民进党机体、国民党体制、民众党体制，没有人在用这个这么烂的梗。只有阿扁在做，你知道，他们等的人哦，是一个76岁的老人，这个老人懂 Six Seven 梗，这就是民主路3条街排队，年轻人占一半的政治秘密。这个背后有很多啦，就是什么2024年芝加哥饶河歌手 Skrilla 的一首歌 Six Seven。里面不断重复 Six Seven， 然后 TikTok 把这首歌剪进 NBA 球星 LaMelo Ball 的比赛影片，因为 LaMelo 身高刚好是6尺7寸，然后2025年3月，一个小男孩在篮球赛场边激动大喊 Six Seven， 他什么都不是啊，他什么都不是，但是你只要爽就可以喊 Six Seven。因为老师，全美国老师忽然之间在那边喊，学生在喊 Six Seven 的时候，他在台上教书不能讲 Six Seven 啊，一讲就妈大爆炸。那为什么穿球衣6、7号？因为6、7号在 NBA 只有 Taj Gibson 穿过，
你看2026年5月，76岁陈水扁做了一张图，他穿了67号的陈水扁，他懂这个梗，他懂这个梗，厉害吧？现在你在台湾刷短语音呐、看到有人在喊67或67，大概就玩这个梗了。来，还没完，你知道它上面写阿里巴巴大侠是什么小？阿里巴巴加阿扁加大侠，叫做阿扁巴巴大侠，这是阿扁本身的语言。在上面有一个网友说，很多人都在怀疑阿扁是有小编的。我跟你讲，我也怀疑。其实，大概在3年前，那时候我就看到阿扁的 Facebook 粉专根本是迷因帝国，而且做的是极烂的迷因，就他不知道用小画家还是什么 Photoshop 不太会用，都把它凑出来。那个时候还没有 AI 绘图，他用修图软体弄出一个又一个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叫的魔幻作品。他有个作品就叫阿扁巴巴大侠。用阿扁巴巴大侠为题创作呢，你就知道现在阿扁在脆上面的迷因回复真的是扁本人呐、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北蓝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小编团队会帮一个76岁老人想出阿扁巴巴大侠这6个字，这是阿扁本人的脑袋产物。那所以呢，2014年连胜文那个文艺青年的 cosplay 啊。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那是2014年连胜文打完篮球之后，妈不知道怎么搞，自己爱拉筋拉了一张筋，因为他对上柯文哲，所以乡民帮连胜文取了个绰号，拿这张照片来各种改。那是连胜文那一场惨败最重要的助攻之一。最后连胜文输给柯文哲，24%得票率对57%。阿扁这张图是 cosplay 2014年连胜文的一模模一样样。哎，关键来了，各位，你推算一下这个时间。有网友说，陈水扁居然知道文艺青年梗，你那时候不是应该在监狱吗？资讯也太流通了吧？结果他这一句话，9869个赞，1179个转文，为什么？阿扁那个时候在台中监狱啊，妈，你连这个梗也知道，到底干什么？12年后，2026年，他用这张球衣图把这个12年前的迷因兑现出来。你想想看，难怪说阿扁记忆力好啊，他到今天12年前的网络迷因，他到今天还记在脑子里面啊。山仔医生说，阿扁巴巴大侠是系列动画第3季第10集的儿童产品，为什么？那个阿扁娃娃一样的概念啊。所以啊，阿扁的记忆力跟控场很恐怖，好不好？而且我去看阿扁的迷因啊，2023年他是用修图软体，一看就知道合成，脖子接缝光源不一致，贴图感很重。这一张图呢，光线统一，皮肤质感连续，皱褶服贴身体，这是 AI 图生图，而且应该是 ChatGPT Image 2.0的梗。网友说：“哎，我没办法想象陈前总统那么活在网络上面，而且会用 AI 图生图，他一定是自己弄的啦。你能想象这个陈志忠帮他弄这个图吗？啊，就不是啊，76岁的老人呐、从3年内从 Photoshop 升级到 AI，然后再升级到 AI 图生图，每一次都跳到当下最先进的科技。哎，赖清德的官方 Threads 之前还在玩那个头发梗。”而且还是跟着沈博阳在玩，那一定就是小编弄的啦，搞什么？然后第5件事情是酷到你无法抗拒，这什么意思？一般政治人物写6个字，大概只能完成1个任务。阿扁这个6个字酷到你无法抗拒，完成了5个任务。第一个，回应 Victor Lau Wang 的文艺复兴贴文。第2个，连结自己的球衣图，我们等下会回去讲那个文艺复兴贴文在讲什么。第3个，暗酸连胜文12年前的迷因。第4个，自我品牌化阿扁巴巴大侠。第5个，建立可被第2创的标签。
零失误他其他的迷因有多恐怖？阿扁4月27号发过 Rick Astley 的 Rick Roll 影片，他说阿扁当年的5部其实是这样来的：1万赞3794个分享。Rick Roll 是什么？是西方网络文化里面最古老顶级迷因里面，你以为点开一个震惊的连结，结果跳出 Rick Astley 讲这个梗从2007年开始流行啊，到现在已经19年了。阿扁76岁在玩 Rick Roll， 所以他同时掌握了2014年、2007年、1980年代诸葛亮东山再起的图，2026年 AI 图生图的技术，跨世代、跨文化、跨技术的全频谱迷因战力。而且我要讲的是啊，现在还没有人认真觉得阿扁这个战力很恐怖，他们只是觉得哇，这人好亲民，这个人好厉害。但你想想看，整个民进党达不到的事情，他一个人就做到了。我们等下会跟你讲，侧翼打蒋万安打4个月，动摇不了他。老鼠讲到妈堆到月球去了，动不了他。阿扁发一篇文，一个料理鼠王的梗图，发了一篇文之后，一屁打过江。海巡王，我给你看那张海巡王，干这个我真的觉得很扯。对，我看这一张，来，这一张虽然是我拿来做封面的，但是这张图也是海巡王陈水扁做的。阿扁穿着海巡署的橘色救生衣，带着海巡署的袖章，站在海巡署快艇上，伸手要拉一个落水的女生上船。为什么？因为这是阿扁在海巡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许愿，她说：“我希望阿扁可以海巡到我，然后我要叫我爸爸来看。”阿扁就他妈做一张图，专门给他，专门在底下贴文呢。你有看到校长的团队或者民进党团队做到这一点吗？文艺复兴站这个事情呢，又是另外一个梗图了。你不要只看这个东西，但是他真的很扯。好，不管啦，因为5月初有另外一个网友说：“哎呀，台湾现在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忽然间发生了。台北在闹鼠疫，有人抢银行，玩战斗陀螺，周杰伦又出专辑了，电影院上映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每一个都是梗啊。一个是什么？台北说什么闹鼠疫，这当时民进党侧翼要打的，有没有老鼠的不知道。有人抢银行啊，你可能不知道啊。抢银行是什么意思？抢银行是他妈搞诈骗，都已经这么多人了，还有人要抢银行，你有没有搞错？太复古了吧！玩战斗陀螺哟，玩战斗陀螺是什么？他妈还真的阿扁还跳下去玩战斗陀螺，因为战斗陀螺已经几十年了，我儿子他们都在玩，但是他们从小就玩到现在啊。周杰伦出专辑，周杰伦上次出专辑是多久以前啊？还有电影院上映穿着 Prada 的恶魔，虽然是第2集啦，但是这就是一个怀旧时代啊。这个 Victor Long Wang 的这一篇文章呢，2.9万赞，486则留言，是 Threads 的爆款啊。阿扁就回了几个字，叫做文艺复兴赞，然后就配上球衣图。哇靠，整串10万次浏览。阿扁把一个严肃的历史学术概念，或者是对当代的嘲讽概念，转换成极度搞笑的政治迷因，而且4个字同时做了5件事情：回应原贴、连接自己、自我品牌化、建立 tag、粉丝2创引擎。你看，有一位网友讲说，刚那个留言就100多则回复，根本流量王啊！这句话什么意思？阿扁的终极战术是 ambient presence， 叫做环境性存在。一般的网红 KOL 政治人物，没有人能做到靠留言，就是他跑去底下留言，结果变成主场。发文有都很难了，留言是补充，但是阿扁倒过来了。
他的留言就是他的主场啊！台湾政治人物现在有这种能力的，以前只有柯文哲在2018年到2020年的巅峰期做到过。柯文哲做到那件事情的时候是选战巅峰，政治权力如日中天呐、阿扁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保外就医，卸任18年，被自己党切割，连现任总统办公室都没有了，76岁老人，这就是酷到你无法抗拒的真实意义。76岁老人，没有党工，没有小编，没有资源，没有礼遇，但他用一张又一张的迷因图，一个又一个的自创角色，一个12年前的 cosplay。4个字的回文，把整个民进党中央一比之下流量尽输啊，酷到你无法抗拒。而如果阿扁都酷到你无法抗拒了，校长要担心呐、校长要担心呐、哎，好了，这个我要讲的是、啊，我其实用这张图就好了，那个什么标题不是很有意义啊。为什么？你知道这张图是什么？这张图是阿扁把他的发型跟诸葛亮的发型重新交换，然后他身上写的谢总统，对不对？因为网上也有一个梗说谢欣达，也就是那个诸葛亮如果当总统是怎么样？这就是阿扁现在的作图能力，这是总统会客室。但是了不起了吧？阿扁不但开别人玩笑，开自己玩笑，什么都没有。而同一个时间点，赖清德千辛万苦跑去史瓦蒂尼，结果有多少正面回应？有多少正面回应？全程保密，然后大家都看他。还有那个什么王菊，王菊就之前被民进党永远不准入境那个王菊，他还说：“哎呀，大家还是给予赖清德正面评价。” Seriously？ 真的吗？真的吗？你不要说国台办讲说偷渡是串访，干他一定骂他的啦。但是同一个时间呢，史瓦蒂尼是世界上少数的绝对君主专制国家之一，禁止政党选举，现在还有国王选妃呢。但我说实话，赖清德的战术从外交专业角度是一个高明的决策，且他回来返航的时候，那个航线选的也很屌哦，就是他周边所有的人都不给他航权，他就往南边直飞，就是他毫不顾有没有备案可以降落机场，他就飞越南极往印度洋那个方向走，干超屌的。阿扁就这种人，死磕硬干，死磕硬干哦。很决心，他展现了不放弃走向世界的决心，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韧性。战术上赢了，但是笑点上输了，因为这让大家很累。对，刘冠超那看出来那个是诸葛亮，好不好？民进党最近2年的常态是好累好累哦。我们又要为了校长的另一个奇迹突破感到骄傲。汉光演习点头礼，奇迹。然后网友说干得不够尊重，怎么不行军礼的？团结国家10讲，奇迹。然后办4场，我们还在等第5场。抵达史瓦蒂尼，奇迹。但是没有一个降落备援的战术，这也太勇太冲了吧！大罢免动员，奇迹。然后32-0惨败，每一个奇迹都要支持者出来护航，每一次护航都消耗一次民进党支持者的政治信用。校长跟阿扁在这里就拉开了，阿扁现在不需要支持者护航啦，他 Threads 上面发一张球衣图就自带流量，自带话题。粉丝去吃瓜二创笑烂，不用去护航。校长现在是民进党的消耗式政治，打一场少一场。6月3号啊，民主路排队3条街的那个状况，是这个对比最残酷的一天。赖清德的外交奇迹需要侧翼花1整周解释，
同一天呢，阿扁签名会3条街排队要侧翼干什么？什么都不需要，粉丝自己就扩散了。赖校长的政治能量在一寸一寸、一点一滴的减少，而阿扁的政治能量正在充气耶！妈，他是一个犯人呢，他政治能量竟然正在增加。两个人对政治的理解就有差。阿扁懂的是政治让人民自己想跟你站在一起，赖清德懂的是政治是说服人民必须跟我站在一起。差别在于自愿 versus 必须，自愿的能量会自主扩散，必须的能量一个传一个就会少。能够去史瓦蒂尼啊，校长是战术胜利啊，可是民意没有那么开心，因为他妈的我物价都涨了，5月1号之后多少物价调涨，我看你们什么饭团也涨，蛋糕也涨，面也涨，饭也涨。但阿扁签名会是阿扁的战术休假日，结果民意给他大爆炸，所以我说校长要担心啊。来，接下来要讲啊，公子恭请公子献头啊，蒋公子八风吹不动，阿扁一屁打过江。你知道这有多恐怖？这件事情你真心分析之后，你会觉得，好，阿扁怎么还是这么厉害？什么意思嘞？来，我们先讲阿扁现在有没有战力？我告诉你，有。1月底，大安区出现2025年首例不是25年来首例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到5月初啊，整整4个月，绿营的侧翼呢，各种各样的用尽了所有招数攻击蒋万安的鼠患问题。这4个月，绿营侧翼用哪些招式呢？来，第一招，民进党北市议员简书培开炮批蒋万安把责任甩给中央，质疑投放老鼠药不能解决鼠患，结果没成功。第二招呢，民进党立委助理周宣呢推台北老鼠雷达通报网站，让民众上传老鼠照片回报，就被大家搞乱七八糟的，也没成功。第三招，环境部长彭启明喊话台北市应公布投药地点，施压市府，结果也没成功。为什么？你公布地点那干嘛？跟老鼠讲嘛。第4招，律师林志群骂国民党道德没下限，说你们跑去乱弄我宝贵的台北老鼠雷达通报网站，国民党特意造假，结果也没成功。来，然后还有 AI 生成蒋万安跟老鼠签和平协议的梗图，用幽默讽刺施压，有热度没上岸。第6招，民进党议员质疑药物可能伤害宠物跟儿童，道德勒索式攻击，也没成功。4个月6种以上的攻击手段，还有更北蓝的，早上打电话说，喂，我这边这个居民反映有很多老鼠，麻烦你来投个药好不好？然后说，议座，我们投药投完了，晚上就发文说，干台北市政府乱投药，太可恶了。来，4个月6种以上的攻击手段，整个民进党党机器为了沈博洋，加上侧翼名嘴，加上市议员，加上中央部委全力打，结果是什么？结果有某一个绿营的 KOL 说，哎呦，他说啊，哎呀，这一场鼠患呢，我是台北人，我在生活中就没有看到什么老鼠爆发的画面，公子还是上钩啦。来，所以为什么连自己人觉得民进党都没有打中，但公子还是上钩了？为什么蒋万安4个月都没上钩，突然上钩了？我们把这72小时的演变完整给各位看。来，5月2号，有网友在 Threads 上留言，问前任台北市长阿扁，你要记得啊，他还是前任台北市长。请问阿扁前台北市长以前怎么处理鼠疫的问题？现在连台北车站都是老鼠出没啊，是不是真的不重要？但阿扁他就回这样一句哦，他说这么简单的事，不是现任市长要处理的吗？为什么要前市长教？然后还贴了个料理鼠王的梗图。那他把
动画《料理鼠王》那个角色史老板呢，结合阿扁的特色的迷因图，阿扁的第一集一句酸文加一张梗图，结果呢，同一天下午，民进党侧翼全党之力打了4个月，同一天下午，蒋万安就紧急召开跨局处会议。5月3号呢，北市府就投药1万公斤老鼠药，蒋公子第一次上钩了。但是这还只是开始啊！阿扁的连环计没有这么少。5月4号，阿扁又发出第2集，这一集不是梗图，是完整的政策 SOP 啊。他说：“既然这样，不如我阿扁呢，就来教你要怎么做。”他发了一篇 Threads 文，叫做《话当年阿扁市府团队如何处理鼠患》。4.1万赞，1306则留言，2394转2967小赞，就是之类的啦。来，我们直接念哦。他说：“解决鼠患用不着市长，秘书长就够了嘛。最近台北市老鼠猖獗为患，让我想起总统担任台北市长，时任秘书长代表市长与民有约，有人来陈情说水沟防火巷公园蟑螂老鼠横行，而且小巷垃圾很多，希望市府能够重视。经报告市长后，指示全权处理。我当时采取最传统的方法。”召集12区的环保清洁人员，每一区动员起来，一区一区大扫除，将水沟、防火巷、小巷、公园清理干净。每天清除了垃圾，立即由环保局垃圾车清理完毕。每区1个礼拜，12区花了12个礼拜。此项市政工作应该是一石多鸟，不仅蟑螂老鼠少了，水沟也清了，防汛期也不怕阻塞，蚊子也少了，街头也干净了。廖秘书真的，市民感谢你们。来。阿扁这篇贴文写什么？12区大扫除12个礼拜。5月5号，蒋公子做了什么？来，新闻标题叫“台北老鼠频传”。蒋万安说启动12行政区大清消，推鼠类侦防师。阿扁5月4号贴文写12区大扫除。蒋万安5月5号就启动12区行政区大清消，12对12大扫除对大清消，阿扁的 SOP 对蒋万安的政策，这不是巧合啦，这就是政策抄袭呀！阿扁前一天才刚发的贴文，蒋万安第2天就照抄成市政方案，这第2次上钩啊！第2次上钩，比第1次更恐怖。第1次是被打。第2次是被打，还要照抄打你的人写的政策。蒋万安是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家后代马英九的孙辈吧？不是他真正的孙辈啊，就是以辈分来讲，是蓝营未来的接班候选人之一。阿扁是陈水扁绿营的前总统，台独立场被马英九取消卸任总统办公室，被定罪保外就医的人。结果蓝营市长在抄这一个代罪资深前总统的市政 SOP。这不是政治分析了，公子送头，这是政治史诗啊！所以那个绿营 KOL 就说公子上钩了，而且还顺便丢出一个极尖锐的预测啊！我们在这边公开预测，这次鼠患最多持续到11月底，正确来说是11月29号。等到12月1号，鼠患肯定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是这个日期呢？懂的都懂。11月28号什么日子啦？2026年9合1地方选举投票日啦，意思是说选举的时候才有鼠患，不选的就没有了啦。整个绿营侧翼4个月打不动的鼠患议题，阿扁72小时就打到蒋公子服气抄作业。民进党党中央加侧翼名嘴加市议员加中央部会等于 Level 30级的中阶兵团。阿扁一个人就是99级的传说等级单位，蒋万安卡在哪里？蒋万安卡在30级打不动，99级一击倒的中间。来，我们给各位想一想，如果阿扁可以一击必杀蒋万安，在一击让蒋万安抄作业，那他对赖清德的攻击力会有多强？
阿扁从来没对赖清德正面出手，因为他很礼貌、很体谅、很支持，因为他要等赖清德特赦他呀。但万一哪一天阿扁怒了，在 Threads 上面发一篇说，话当年阿扁总统府团队如何处理外交危机，哎哎，校长会怎么样？整个绿营侧翼打不动的事情，阿扁一个人单兵突入，千军万马之中取敌将首级。整个民进党党机器做不了的事情，阿扁一个人都完成，连蓝营市长都在抄阿扁的作业。那下一个会是谁抄作业？不好说啊，不好说。你看，我还做了一个时间图，有没有？绿营侧翼打了4个月难攻不破的堡垒，结果72小时，3个24小时3天，蒋万安不但召开紧急会议、开记者会，还抄了阿扁的建议。你看，这多么的夸张！Level 99就是 Level 99啊！你用传统的看法看它，真的没有用啊！来，我们要进入论述的深层哦，因为现在的台派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某个艺人在直播上讲错一句话，某个网红在 Instagram 发了一张照片，某个立委在质询时用错一个字，几个小时内被全网络的台派出征，被 cancel， 被猎污。这个现象有一个名字啊，叫做进步派的纯度竞赛啊。你不但要进步，而且你要够纯呐。你在于这种竞赛永远没有终点。今天你说话是进步的，3个月后就变成不够进步。今天你支持的议题是政治正确，3个月、6个月之后变成政治不正确。没有人能在这个竞赛里面长期过关，而且一直出征，一直他妈的很累很累，好不好？所以台派内部互相猎污、互相公审、互相切割，连林强最近都被切成一个亲中舔共的人，累不累啊？阿扁时代的台派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因为阿扁时代的台派有共同敌人。威权体制、外来政权、戒严记忆，内部不会自相残杀，一致对外啊。是赖校长时代的台派已经没有共同敌人了，国民党被打到剩郑丽文可以开口讲话，而且国民党不用你打，他自己就内斗，结果导致绿营过度做大，他内部开始互相猎污，台派没有外敌了，开始吃自己人，收入多寡攀比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阿扁时代的民进党是一个平民政党，从台南3级贫户出身的阿扁，到工人运动出身的赖静玲，到原住民运动出身的瓦利斯贝林，这个党的政治语言是平民语言。但赖清德时代的民进党已经变成精英政党哦。你看现在民进党的政治新星是什么？苗博雅台大法律，林楚英政大新闻，林昌佐台大法律，王一川是博士，陈柏也大学毕业。这个党的核心成员已经跟平民越来越远。你要不要去看看郑丽君他的那个财产申报多少钱呢？整个台派的支持者也跟着精英化，住信义区开特斯拉，孩子读美国学校，假日去欧洲旅游，这些变成进步台派的身份标志。很多人甚至在海外呼吁大家要抗中保台。问题是什么？台湾有多少人住得起信义区？有多少人可以移民到美国，开得起特斯拉，送得起小孩去美国？台派变成有钱人的俱乐部啊！而阿扁签名会的人潮，让你回到那 good old days，3岁到90岁推轮椅的、抱小孩的，从台北下来的，这些不是信义区的有钱人，这些是真正的平民啊！单食湖江以迎王师。阿扁懂他们，但现在的民进党不懂了。第3个是很潮很富，但不问世事，
各位，这个描述最痛。现在的台派只关心身份政治、认同政治、时尚政治，但台湾人民现在最关心什么？电价、物价、房价，年轻人买不起房，蛋价涨到1斤80块，台风过后菜价飙到比肉还贵，能源转型导致电费连年涨。民进党在做什么？民进党在开记者会讲性别议题，开记者会讲认同政治，开记者会讲对抗中国威胁，说我们要把中配赶走，太可恶了。我们要把这些人赶走，我们不能用高德地图，我们不能用小红书。看，我没有说你对抗中国威胁不对啊，但是人民连这个月电费都觉得贵到一个靠北的时候，你跟他讲对抗中国威胁，他会觉得你在唬烂了。阿扁时代不一样啊，阿扁时代的民进党会讲老农津贴，会讲失业补助，会讲雪山隧道，会讲捷运通车，这些是世事啊。现在民进党不问世事啊。第4个叫做给台湾囡仔在公共空间受下重重难关。台湾囡仔是什么？是这些年轻人东发一个文要自我审查，西发一个人要自我审查，搞不好去吃一个餐厅要被人家公审，一个台派开的餐厅也要被人家公审。前一阵子妈不竹间被人家说是什么啊？是炒餐厅，干老板还要出来辟谣。我说你他妈你有病是不是？现在很多餐厅都开不下去，然后你在那边到处出征，那你这家餐厅也不能吃，那家餐厅也不能吃，那以后要吃什么？以前是国民党支持者会这样讲，那但是现在这些言论呢，变成台派、进步派、高知识分子的台派在讲的话呀，唉，所以嘞。这个问题其实是说给台派听，你看真可惜，今天没有青鸟啊！我这么为了青鸟照顾，替他们让他们思考，写个青题也被出征，吃个红豆饼也被出征。阿扁时代的台派是反威权、平民的 easy going 的，校长现在的台派变成新威权，变成精英的、严肃教条的。人民没有不爱台派，人民只是不爱现在的台派。阿扁这面镜子让现在的台派看清楚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团结国家实讲跟这一篇 Threads 上面的发文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团结国家实讲是赖清德对人民说教。这篇文章呢，是民进党支持者对民进党自己说教，前者是政治宣传，后者是内部反省。只有内部反省，才能让一个政党重新站起来。来，你看，我们前几章都讲阿扁有多强，但是如果只讲阿扁强，我们跟绿营侧翼没有两样。来，我们把阿扁侧翼里面。不对，不是阿扁侧翼，把阿扁的讨论串里面最重要的一则贴文拿出来。这个网友说，强如苏贞昌、谢长廷，当年依然是排在阿扁之后，聪明、才智、魅力都有，还不用睡觉。他们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写，都在发文。你看，新加坡人 L 小戴说 ，Your presidents and principal are unbelievably talented。你看，我们就是搞笑咖嘛。第二，阿扁的记忆力跟控场依旧很可怕，除非亲身经历过，否则很容易接受阿扁的说法 ，which is not always true， 不是永远都是真的。第三，阿扁的 threads 本来就有梗，加上他又自己弄 AI 生图了，简直迷因王啊。第4点。这一点最重要哦，我慢慢念给你听。乐见阿扁重现风采，让更多人知道一代战神。他后面框一个真正的战神，而不是我知道他在讲黄国昌啦。可是我不觉得当年的他无辜，当年司法有瑕疵是两回事，但某些方面来讲，他跟蔡英文是竞争关系。他是为了胜选想出公投绑大选这种打开潘朵拉盒子的人。蔡或赖在决心跟底线上，我觉得没有办法比得上他。现在又要重新打开了哦，好不好？来，这是一代战神啊！
这个网友的意思就是征战神就是征战神，征战神是阿扁这种等级，而且他是为了胜选想出公投绑大选这种打开潘朵拉盒子的人。为什么？这个历史我帮各位回顾一下。2003年，阿扁在当总统要竞选连任，为了动员选举热度，阿扁推动防御公投绑大选，防御性公投，让选民在投总统票的时候也投公投票。这个操作史无前例。到2003年之前，公投是公投，大选是大选，两件事是分开的。阿扁第一个把这两件事绑在一起，目的是什么？用公投拉抬选情，动员台派基本盘，施压国民党表态。短期效果是2004年阿扁连任成功，长期效果是公投从此变成选战武器、政治动员工具，变成蓝绿对决的代理战场。你接下来台湾20年的政治史是什么 ？Bus VIP 说朱大国际大背景不同，同样的操作可能行不通。这个不是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台湾的小情小爱、小确幸，连一个更生人，其实他还没有待完，他没有出狱的阿扁，现在都可以新翻一层浪。赵少康当年就是阿扁的手下败将啊，来，结果呢？2004年阿扁推强化国防公投，两岸对等公投绑大选。2008年的陈水扁又推入联公投、反联公投。2018年的国民党推以和两律公投、冬奥证明公投、同性婚姻公投绑9合1大选，就民进党惨败。2021年民进党国民党又推4大公投，想要绑大选，结果他们修法把它推掉。2024年青鸟运动罢免修法国会改革法案，2025年大罢免动员，结果32-0惨败。这条历史脉络的源头就是2003年阿扁的公投绑大选。阿扁不是无辜的老人，他是台湾选举品质下降的第一推手。为了胜选，他无所不用其极。后面公投绑大选之后20年的台湾政治，全部都被河流席卷。大家现在排队3条街想念的是，当年水很清澈，但这个池水当年第一个搅浑的人就是阿扁呐。来，我们这样讲，阿扁的做法真的是在蔡英文或赖清德在决心跟底线上面无法企及。阿扁是为了胜选，什么都敢干。但是阿扁的决心跟底线突破能力，让他在2008年下台的时候，还能搞出国务机要费案。他的决心跟底线突破能力，让他在2026年还可以用 Threats 海巡王的身份重返政治舞台，这是双面刃啊！我才不讲阿扁是无辜的老人呢，他现在就是一个太厉害的2颗子弹，我就不用讲了，你们也都知道啦，对不对？他什么都做得到啊！阿扁是征战神，2颗子弹他也用，不代表他是无辜的。阿扁是潘朵拉之父，他打开了不计一切代价竞选的功能，但是阿扁这种威力会让现在的民进党内部动摇啊！辉炫说：“能跟阿扁许愿，看他拉下赖校长吗？干你跟他许愿，阿扁大概就会被抓进去啊。”我们可以欣赏阿扁的战术，可以想念那个年代，但不要忘记他是怎么样子被拖到水里面去的。阿扁就是跳下去搅浑了这池水之后，最后灭顶。但现在他用迷因战术，让整个民进党感到战栗，让整个国民党觉得害怕，而国民党现在忙于内斗，没有人看到这件事情呐。各位，我顺便要讲一件事情啊。怀旧是真的，乡愁是真的，手抖是真的，但是阿扁的历史代价也是真的。我们把这个故事告诉各位。来，各位，我们今天的抖内的目标呢是，如果达标，我们就做一场好好教导沈伯洋如何选台北市长的专题，一定酸到爆，酸到开心。希望大家那一集可以开怀大笑，各平台都算啊，好不好？那我现在要特别讲啊，各位你要特别注意我置顶的那一个嘉美能。我跟各位讲，我今天在群组已经说了，嘉美能的酷泰科就是很好用的那一个
行动电源下周5月13号就要调涨15%呀，而且调涨15%的原因是因为老共那边要取消那个出口的税率，然后各国都把这个锂电池的锂当做战略资源，稀土也是一样，所以你如果要买，我帮你把这个价格 hold 住15%，hold 到下个礼拜5月13号。你不赶快买，我到时候就全面调价了，连那个插头，连那个电池，连那个充电站，就是这个有没有4万毫安培这个充电站，它也要调15%，什么东西都要调价，所以请各位，你最好想要买的赶快买，因为之后下礼拜价格就要上涨了。我能够帮各位拦7天，你去现在网上看。几乎所有的平台都已经涨15%了，我是拖一点时间，我特别去拜托对方，对方说好可以，所以请各位好好享受这件事情，要买赶快买，好不好？对呀，你看 VAS VIP 很清楚啊 ，A 股的电力板块都跌了一波，因为出口退税没了，财报很难看。5月14号就涨价啦，一涨15%啊，而且不是我们妈乱涨，是它真的。刚果又限制出口，稀土又限制出口，各种各样。那坏掉龙9说，请支持老鼠龙担任阿鲁巴老猪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Violence 抖了一个说来破蛋。力 LP 说权力使人腐败，钱财使人鸦片，声望使人领袖，公器使人霸凌。Rex Tube 说还有人记得陈定南吗 ？Eric 廖说朱大直播辛苦了，口渴记得喝个水。何小 BB 说这集很有感，当初阿扁2000年当选总统开票当晚。我跟老爸感动到眼眶泛红，但现在的民进党只剩一张外皮啊！可是阿扁一直提醒民进党这件事情，真的好吗？艾瑞利奥说他今天去买《经济学人》，这一篇，干也不是这一篇，这一本也涨了40块。山仔医生说小斗支持黑熊市长。庄坤仪说选举能到啦，大罢免青鸟开始在各种政治不相关的群组到处贴梗图，拉高仇恨值啊，真学不会教训。Roy 0515为了南方公园的阿扁88大侠抖一个。艾瑞利奥说阿扁第一次当选总统，我才国小1年级，时间过得真快，叮叮叮，谢谢你的抖内。什么哪里来消息啦？就跟你讲是这样的，你自己不懂，你去查出口的。税务补贴要取消的，一涨就涨了6到9%呀！奇奇果，谢谢你的抖内，但因为你是 Apple 的，所以没有。来，我们这样讲。话说阿扁市府当年如何处理鼠患这件事情呢、就等于帮阿扁做了一个定位。而且我要讲，干阿扁这个梗图一定是用 ChatGPT Image 2.0做的，他跟我一样，爸妈把每个角色都换上自己的脸啊！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子我做封面都这样做，因为怕侵权。你看他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我就问一句：现在民进党有多少人可以玩到像这个76岁的老人网络梗玩到这么出彩的？听说老共正在提高翻墙的难度，你要怪馆长啊！我们来重新讲阿扁那篇话，当年阿扁市府团队如何处理鼠患的贴文有4.1万个赞，这不只是攻击蒋万安的武器，他还是阿扁领导力的展示课。来，他那篇贴文呢，3个动作我们单独拿出来分析。第一个，解决鼠患用不到市长、秘书长就够了嘛。哎呦，我主动把自己的功劳往下让给秘书长廖正吉。而且就是我只要会领导，我不要亲自处理。真正会领导的人哦，不需要强调自己在领导，他信任属下，给属下舞台，把功劳给属下，领导力反而更高。但是校长现在所有团队哦，都是说这是赖政府的成就，是我赖清德的决定，是我们团队的努力，永远都是我们团队，从来没有感谢某某局处，这是某某的功劳。阿扁示范的是什么？真正的领导者不抢功，校长跟民进党示范是都是我们只会抢功，
差别在哪？不抢功的领导者，下次还有人愿意跟你做事；抢功的领导者，很抱歉，下次只剩你一个自己。奇奇果说抖一个达标，好了，也谢谢你，也算是达标了，因为以绝对数字来讲，算达标了。那第二个动作是12区的环保清洁人员每一区动员起来，一区一区的大扫除。这个动作的精妙之处在于，阿扁示范的是最传统的方法，不是高科技，不是 AI 监测，不是大数据，不是鼠类侦防师，是召集环保清洁人员大扫除。这就是阿扁的治理哲学啦，就是用最传统、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他一石多鸟。阿扁自己说了，这个市政工作应该一石多鸟，不仅蟑螂、老鼠少了，水沟也清了，防汛期也不怕阻塞，蚊子也少了，街头也干净。这不就是韩国瑜的路平，不是什么，路平，灯亮水沟清吗？一个动作解决所有的问题啊！这就是领导者的智慧啊！现在的政治人物啊，一个问题有10个动作解释，但是还没有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阿扁的市府团队让你看到我一个动作解决6个问题，甚至智商有代差的。第3个动作叫做廖秘书。真的水沟通不是水沟平，路平灯亮水沟通。他最后留廖秘书真的市民感谢你们啊！阿扁不是用我做结尾，不是用民进党做结尾啊，不是用台北市政府做结尾，是用廖秘书加你们。他把功劳给了秘书长跟清洁队员，没有自己。这个做法让阿扁的动作显得无比厚实，而且如果你真的去研究的话，廖正景是民进党市府第一位国民党籍的秘书长，也就是1994年阿扁当选台北市长之后，他的秘书长是国民党籍的，他用人不分蓝绿。这是1990年代的台湾政治气氛呢，蓝绿之间还可以合作，还可以共事，还可以一起做事，所以这是 easy going 的 DPP 的年代。现在呢？现在当局会用国民党籍的阁员吗？他用一个那个谁，中选会主委叫什么名字？看太久没有看政治，我他妈记不得了。来，那是游英龙啊，对，游英龙什么李进勇1级嘴炮技术室不是说要住院吗？不要上来乱留言，好不好？游英龙啊 ，Hillary Lin 说沈波样的笑话还想再听，他实在太好笑。我跟你讲，还多着嘞，多的嘞。来，所以我们补上一个更深的论述视角。Threads 上面有一个网友写了一段话。他说：“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对我来说刚出生不久，回头来看阿扁的任期，如果用经济周期来看会有意思。他任职台北市长任期尾端，刚好撞上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总统任期尾端又走到2008年次贷风暴前夜，中间还有2001年网络泡沫、台商西进、产业外移、全球化加速，很多制度变化是在金融压力、景气下行、产业换挡跟政治摩擦期被推过去的。繁荣期做改革，人民比较容易忍受代价；景气下行时做改革，任何政策摩擦都会被放大成不满，这个角度很重要。你看一下，阿扁全部都在逆风，有亚洲金融风暴，有网络泡沫、台商西进、产业外移、次贷风暴前夜。但是阿扁在这个时间做了什么？你看一下，这样比会不会让阿扁被送进去啊？干好，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阿扁做什么？台北捷运木栅线通车，然后阿扁角色扮演超人。台北捷运木栅线那个是黄大洲啦，然后1998年台北市民满意度
高达80%。然后台北101开工，高铁动工，雪山隧道工程进行中，高铁试运转，高铁正式通车，台北101完工，雪山隧道通车，阿扁卸任，老农津贴、失业补助、长照雏形，捷运遍布双北，高铁连接南北，雪隧连接宜兰，都是阿扁做的，都是在逆风做的。那赖校长呢？顺风哟，台积电股价历史新高 ，AI 泡沫起，科技业荣景 ，NVIDIA 营收破纪录，台美贸易顺差再创新高。但是顺风中赖清德做了什么？我就不要再多讲了，妈干，不然阿扁又被关进去，请不要大家再提起这件事情，危险啊，危险，好不好？很危险，请大家撑一下。真危险呐、看来这个逆风可以做这么多事的人，跟顺风里面还搞得颠颠簸簸的人，自然是有很大的对比问题。所以啊，如果樊荣琪校长都没有做出什么成就来的话，等景气下滑的时候，又要怎么办？又要怎么办？我不清楚啊，不清楚。人民现在就开始想念阿扁那个逆风还能做事的时代啊。樊荣期过了之后怎么样呢？来，我给各位看一张图啊，这个图呢其实很尴尬。阿扁有多惨？阿扁卸任总统之后没有礼遇，也没有总统办公室，所以他没有小编呐。但是他做这张图呢，就是阿扁办 Michael Jackson 在台北跨年之夜，那是他第一次办，办超大，而且大家都说干嘛这样，还穿紧身裤，妈还是穿红内裤，然后还办 Michael Jackson，然后诸葛亮合照。这张照片是阿扁时代的政治精神啊，代表的很有意义哦。彭彦腾说朱大没有做蔡英文加赖清德，你赶快抖一个大的，我保证帮你狠狠的比一比。你看，阿扁是民进党总统，诸葛亮是台湾秀场文化的天王，最庶民、最草根、最不正确、政治正确的艺人，他们合照，他们互动，他们开玩笑。阿扁还特别解释为什么这几天做诸葛亮的迷因，因为阿扁从以前就非常喜欢他，从高雄蓝宝石到立声歌厅，从野鸡车的歌厅秀到电视娱乐节目以及电影，都在他身上看到很多台湾的溃靠跟气魄。他红遍一时又叠交，东山再起的感人故事也感染了阿扁，期盼有一天朱大哥能东山再起，台湾更发达，扁朱会不是梦。孩子啊，孩子，你各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诸葛亮已经死了呢，结果你在追思他会不会东山再起？你讲的到底是诸葛亮东山再起，还是讲的是陈水扁东山再起？他现在正在做到这件事情啊，这就是阿扁时代的精神。打不死不倒，不死真战神。你想念那个阿扁，是因为那个蓝绿可以合作，总统可以跟诸葛亮合照，市政可以一石多鸟，领导者可以不抢功的年代，那个年代不会回来了，那个年代不会回来了。但是阿扁还在 Threads 上面用一张迷因图，一句酸文，一个12区大扫除 SOP， 让你知道那个年代曾经真的存在过。校长啊，校长，这真的很危险啊！我觉得，我跟你讲，你们不用，我觉得我骂陈水扁次数没有比你们少啦。
一路从他当选总统，2008年他卸任入狱被定罪，保证我反扁呐、红三军以前我家人还有去参加过但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我开始喜欢他，我也不是要支持他，而是4月25日有人问阿扁说：“你的 Threads 账号是谁在管？是你的小编吗？”他回了一句话，让我好好思考了一件事情。阿扁写说，自从被纳兹马取消卸任总统办公室之后，就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没有小编，也没有卸任总统办公室，当然都是阿扁本人在回。纳兹马是谁？是马英九啊！阿扁不叫他马英九，不叫他马前总统，不叫他马主席，他叫那只马。3个字本身就是迷因，而且这3个字背后的故事是一段台湾政治史上极少人记得的丑陋。我们跟大家讲，2028年5月20号，马英九就职总统，阿扁现任。2008年8月，马英九政府宣布取消陈水扁的卸任总统办公室。什么叫卸任总统办公室？这是依照卸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的规定，所有卸任总统都享有的待遇，包括了办公室机要、公务车随扈、机要费等等。陈水扁有，当时有，李登辉有，但是马英九政府说贪污犯不该享有礼遇为由，把阿扁的这些待遇全部取消。我也觉得没错，但是那个时候定验了没呢？任何人在定验之前，不是应该都是无辜的吗？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是因为马英九这个决定，让18年后的民进党侧翼有了一个现成的悲情叙事，更别提那个退休上海市民刘冠超说阿扁亲自会回，会，你赶快去回，他真是你只要一直海巡一直缠他就会回，你就红了。所以纳兹马取消阿扁的办公室是阿扁民意战术的核心弹药。只要阿扁一提没有小编也没有现任总统办公室的时候，民进党支持者就会想起马英九的做法。而马英九现在有人要支持他吗？呵呵呵笑。等一下 ，TOTW 马上出来更正，说报告林长佐是台北大学的，不是台大。本校垃圾已经够多了对不起，我把缩写弄成台大了，抱歉。马英九当年除恶务尽就会让大家现在觉得他是被马英九害成这样的。萧旭岑大概也会有同样的历史定位我不是说马英九错了，法律上、正义上，贪污犯的确不该享有礼遇，但是从政治上，马英九做绝了，没有必要做到这么绝。你他妈多年之后，马英九看看你做的这么绝了，结果现在是不是众叛亲离？还找以前在你政府里面上下其手人回来？人的个性决定命运，人的命运决定未来的发展。你知道这个道理，在美国政治学家也讲过。克林顿被弹劾之后，希拉蕊还能选。2016年，尼克森辞职之后，福特特赦他，保住共和党。2008年，小布希连任。民主政治在战术上需要留一线所以校长现在有没有留一线，我不知道听起来不太妙那马英九当年没有留一线，18年后赖清德在这一条没有留下的线上面被阿扁的 Threads 战术反击，他一打两边。我今天要承认，也要讲一个多年以后的分析。马英九当年取消阿扁卸任办公室做的太绝，你把他送进去坐牢我都不反对。不是因为阿扁无辜，阿扁不无辜。不是因为马英九不对，马英九的法定处理是对的，是因为民主政治说政治就是需要余地的，没有动辄把人家羁押1年的，这个不叫有余地这个叫妈有鞭尸我这样讲马英九做的太绝，结果是现在的蓝营跟赖清德在承担这个后果。阿扁从保外就医的老人变成 Threads，
海巡王，从没有卸任总统办公室变成阿扁巴巴大侠，从孤苦伶仃变成签名会3条街 AI 图生图文艺复兴10万人浏览。而我告诉你，现在各单位都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我先看到，因为太不寻常了，事出异常必有妖啊！什么样的现任总统、贪污犯、保外就医的人，能够透过用 AI， 能够透过网络上社群的海巡，竟然能够翻身重返荣耀？只有民进党能够超越民进党，而阿扁是民进党真正革命的祖师爷啊！这个76岁的老人，正在用没有资源这个诅咒，把它变成没有包袱这个祝福。我今天特别佩服他的，不是他的迷因战术，不是他的记忆力，不是他的 AI 能力，都很厉害，而是他用3个字笑谈18年仇恨的能力啊！他用手抖笑谈自己的迷因，他用纳兹玛3个字。不是仇恨，不是控诉，不是悲情，轻描淡写的讽刺。阿扁用了这3个字告诉所有人，马英九对我做了那么绝的事情，我用3个字都消化掉了，这才叫真正的战神呐！所有的东西打上去都反弹，都落下来。真正的战神不是打赢对手的人，真正的战神是把对手的攻击吞噬成自己能量的人。马英九取消了阿扁的办公室，阿扁把这个取消变成了纳兹玛3个字的迷因，迷因在钻石上面会传染，而马英九当年做的决定，现在还在传染给民进党，传染给赖清德。我不是在挺阿扁，我在反思当年蓝营做太绝，导致自己绝子绝孙，导致自己断了后路。该绝的时候不绝，不该绝的时候绝，改课纲的时候不反弹，坐在那边不动，结果关阿扁的时候关得可开心了，但赖校长就要好。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本次的精华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同样的，我右手边这张图也是阿扁自己做的妈烂梗图啊！这妈又是用 AI 拼贴的，好不好？来，我们讲的是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虚实篇说的，兵行向水，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兵之势必实而急虚，水因地而滞留，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校长就是断了陈致中的政治前途，才叫太绝。他现在阿扁内心还是有恨的。来，我帮各位翻译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不懂《孙子兵法》了。打仗就像水流一样，水避开高处往低处走，打仗要避开敌人实力强的地方，攻打弱点。水随着地形改变流向，打仗根据敌人不同改变战术，所以打仗没有固定形式，水没有固定形状，能根据敌人变化取胜的人叫做神呐。这是2500年前孙子写的，但是2026年5月，有个76岁的老人正在台湾的 Threads 上完美实践这段话。好了，这个网友习近平什么什么的，他说这个感觉，如果对岸网友不懂，感觉就像薄熙来如果保外就医，跑去微博当大 V， 每天发条帖子跟网民打哈哈，偶尔开个 B 站直播，请 B 友们给他上颗水晶球跟舰长。哎。他叫陈水扁呐，这个人，阿扁的 Threads 战术每一条都对应《孙子兵法》，水之行必高而趋下。阿扁不正面攻击赖校长，他绕过去，他吃掉了2014年连胜文的文艺青年迷因，然后他把当年的南方公园的阿扁巴巴大侠化成自己的形象，他把诸葛亮东山再起的故事吃掉，自称扁珠会不是梦。他吞食的 Rick Astley 的 Rick Roll 西方迷因，
自称这是我当年阿扁的5部就这样来的，趋高避高趋下，从不打总统，从不打主席，他打民音、打文化、打共同记忆。兵之势必实而急虚。阿扁不打民进党党机器这个实，他打蒋万安的承压弱点。整个民进党侧翼加环境部加市议员4个月打不动的鼠患，阿扁一张料理鼠王的梗图，一篇12区的 SOP， 72小时就压着蒋万安的头，公子线头来抄作业。避实急虚，他从来不打民进党自己人，他打对手的弱点。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阿扁因平台而换战术。FB 时代用 Photoshop 做民音帝国 ，AI 动画时代做了动画。Threads 时代用海巡回复加 AI 图生图因地制流，阿扁因对手而换策略，对连胜文用 cosplay， 对蒋万安用酸文加 SOP， 对赖清德留白不讲。陈水扁什么都打，但有些人他不碰，这才是令人深思的地方。因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阿扁是没有固定形状的，他可以是迷因王，他可以是海巡王，可以是阿扁88大侠，可以是文艺青年，可以是写鼠患 SOP 的前任市长，可以是回复告别式女儿的老爷爷。无常势无常形，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你记不记得有网友说阿扁才是真正的一代战神？为什么？因为《孙子兵法》写得清清楚楚，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阿扁就是这个神，不是宗教意义的神，是《孙子兵法》定义的能根据敌人变化取胜的政治战神。但是我们得要讲，好，这一段要请校长见谅，我们是为你好。校长的战术完全是跟《孙子兵法》这段相反，他全部都对着干，不用《孙子兵法》，没有《孙子兵法》的精妙之处。孙子说：“水之行，必高而趋下。”校长怎么做？全部硬碰硬啊！北京施压不绕过，正面抵达史瓦蒂尼之后公开，郑丽文政协会获得热烈接待，他不绕过，他硬去访问史瓦蒂尼的君主专制国家。国民党在野党牵制，他不绕过，他大罢免32-0惨败，避高趋下。校长是迎高撞高啊！孙子说：“兵之势必实而急虚。”校长怎么做？校长全部硬干，打实不打虚啊！北京最强是经济压力，他硬要外交突破；国民党最强是地方派系，他硬要大罢免；对手最强是民生议题，他硬要讲实讲团结。避实急虚，校长是迎实撞虚。孙子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校长怎么做？校长全部都用同一套剧本。校长，我是为你好啊，这样子很糟糕啊！汉光演习、团结实讲、史瓦蒂尼出访、大罢免，每一场都是校长说教、幕僚精算、台独坚定。每一场只要一讲话，后续就一堆人杠他。因敌制胜没有，我们家校长呢是用同一套剧本对所有敌人。孙子说：“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校长怎么做？校长是有固定形状的，穿着西装几十年没变，师爷气质几十年没变，训话式沟通几十年没变，台独金孙几十年没变，有常势有常形。孙子说：“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赖清德是什么？赖清德是勇者啊！是教科书式的勇者，医师背景的纪律感，从小不是被霸凌，单亲家庭长大，一路奋勇向上，简直可以出教科书啦！台独立场坚定，教科书式的总统威仪，团结国家实讲的庄严政策，他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每一个立场都很正确。但是《孙子兵法》警告我们，
有常识、有常行、有固定战术的人，遇到无常识、无常行的人会输。为什么？水可以装进任何容器，抽刀断水，水更流；你拿剑砍水，水会分开再合起来；你拿盾挡水，水会绕过去、淹过去。水永远在你弱点上。啊，校长啊，校长，阿扁一个人学了 AI， 到处海巡，他就是无常识、无常行的水，72小时让蒋万安抄作业，10万浏览文艺复兴站，签名排队3条街 ，SOP 的贴文4.1万赞。这就是《孙子兵法》2500年前就写好的剧本，勇者打不赢神。校长为什么要担心啊？校长因为我替他担心啊，不是因为阿扁人气高，不是因为签名会3条街，不是因为球衣图10万浏览，是因为阿扁的战术太先进。孙子兵法等级的神，校长的战术是教科书等级的勇者。2500年前，孙子就写好了“勇者打不赢神”，这就是2026年 Threads 战场上正在发生的事啊，很危险，各位，很危险。这集如果你们只记得一句话，就记得这一句啦：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阿扁是神，赖清德是勇者，勇者永远打不赢神的。好啦，最后面这最后一章了，最后面一章要跟各位稍稍收敛一下。你看刘冠超说阿扁30天浏览率2126万，干大概是台湾妈前10名有啊。来，台湾今年是文化复兴年，什么呢？第一个文化 IP 复兴，周杰伦出新专辑《千禧怀旧》啦。上次出新专辑不知道什么时候，10年前吧。战斗陀螺又回来，小朋友开始玩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出第2集了，阿扁88大侠又出来了。第二种治理崩坏复兴，台北抢银行，汉他病毒是25年以来首例。第3种呢是经济恐慌复兴，川普关税战、通膨、美中对立。第4种政治焦虑复兴，出访这么辛苦，公投绑大学的后遗症，大罢免32-0惨败。这4种文艺复兴真正的政治意义是人民怀念2000年代的政治文化，因为那是他们有希望的年代，但人民害怕现在的治理哦，因为动不动你就羁押禁见哦。现在的政治让他们失去那种失望、那种希望。对不起，阿扁的爆红刚好站在这2种复兴的交叉点上，他是2000年代希望时代的代表，怀旧 IP。又是现在治理崩坏的对照，连保外就医的老人都比现任会做政治，危不危险？来，我们说一个分析，阿扁现在打着真是一个政治的奇迹，他让大家看到了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动得了阿扁，阿扁是那不死身的怪物，永远都会再站起来。但是，保外就医可以被撤销，谁有权利撤销？法务部矫正署，法务部直属行政院，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如果不死身的战神让现在的政府体制
觉得太碍眼，他有一切合法的权利可以把阿扁关回去。我没有说谁会这样做，但各位想想看，当阿扁的人气越来越高，Threads 爆红，签名会排了3条街，民音站艺人的战力就打爆整个民进党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开始在讨论阿扁是不是该关回去这个选项？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阿扁有关在台北监狱过哦，我也在台北监狱待过哦。民主国家最可怕的不是领导者没有能力啊，是领导者面对失分时的反应能力。恳请校长好好思索。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你就算真的对阿扁起了什么念头，恐怕也拦不住他。如果我做一个推演，我跟你讲，我还是要再强调，个人也很怕再被关进去。如果今天民进党妈猪油蒙了心，决定要再把阿扁关回去，你2028年就再见了。但希望你们不要，希望你们不要，好不好？所以啦，我们要讲最后一段话。我不是说阿扁是无辜的老人，他是潘朵拉之父啊。公投绑大选的那个地狱之门是他打开的，但阿扁也同时是征战神。孙子兵法说的未知神，你看看马英九自诩清廉，现在台湾变成什么烂样，他变成什么烂样。而阿扁即使保外就医，还懂得如何因敌制胜，如何在上面海巡，如何照样翻身。马英九现在剩什么？你把他陈水扁关进去，撤销他的礼遇，多少年之后看起来是他赢你输哎。签名会能够排了3条街，不是阿扁要回来，你搞错了，是这个时代彻底失败了。人民怀念阿扁，不是因为他完美，是因为现在政治连他的零头都不到。你为什么该害怕？不是因为阿扁强，是因为当你的人民开始用怀旧投票的时候，他们对当局是用脚投票。所以我强烈建议各位，现在立刻马上去 Threads 上面关注阿扁。阿扁一定还有各种各样源源不绝的创意创新。你要影片有影片，你要这个内容有内容，你要梗图有梗图，赞。好了，但是我们这样讲，被拿来做文艺复兴的比喻呢，实在不是一个兆头不好。历史告诉我们啊，文艺复兴之后就是宗教改革，就是100年战争，就是大规模的权力洗牌啊。阿扁开的第一枪是2026年5月3日高雄民主路那条3条街的人龙，第二枪是5月4号4.1万站的12区大扫除 SOP， 第三枪是5月5号蒋万安抄阿扁作业，第四枪是绿营的 KOL 说公子上钩啦，这个鼠患明明是我们凭空创造出来，你竟然软弱到低头办活动。第5枪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会不会有尘封震动这件事情？这就是今晚的万事通事务所的直播。阿扁重返荣耀，校长啊，校长，你要当心啊！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5月6号，直播部分明天见啦！好啦，最后我还是要啰嗦一点，因为每次 AI 都是跟我抱怨，我最后都在闲聊，他不想要做那个字幕。来，我们现在这样讲，第一个要跟各位强调的，谢谢各位目标过了不对，网友现在一定又要讲了，说要贴要饭的内容，那
今天对岸的网友可能都听不懂啊，所以我把支付宝跟微信支付贴出来，也是就是贴一下意思一下而已，给大家看一看。那我要讲的是，今天我们的立场是我跟各位分析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件事情。你今天看的这一局，你都会知道，真的阿扁现在危机不小啊，因为他的表现实在太惊人了。然后呢，然后我们要说的是，你看了这个，你再去看看阿扁，阿扁现在风头太大了啦，太危险了。我们认识阿扁，也认识赖校长啊。卧他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你没看到蔡英文现在都低调了。校长啊，校长，请你好好想一想。所以啊，记得啊，各位，我们置顶的东西，这些产品，精致水果，最近山竹上个货柜又很快卖完了，然后又有桃子，还有我吃过最好吃的是那个华盛顿的 Honey Crisp 苹果，但我们现在又上很多种版本的苹果，请大家赶快买。然后纯味家的下酒小菜呢，也赶快来。然后猪肉呢，信丰猪肉，我们的肉粽也上场了，请大家各位去看。如果没上场，我会再跟工作人员讲一下，赶快订那个信丰的肉粽。然后哈尔滨水饺也好吃，我最近有空的话会去哈尔滨水饺的店里面看办直播，以后搞个网剧可以办在那边。然后呢，佳美能，我要再度强调，如果你一直想要买好的充电器、行动电源跟转接头的话，现在赶快下单，下周5月14号就会全面上调15%，就这样子，好不好？请各位好好的思考啦。来，今天的节目到这边要开始投票啦。那投票要投什么？投票要投今天的内容。如果大家觉得讲得好，内容也好的话，请投1；如果大家觉得内容好，讲得不好，请投2；内容不好，讲得也不好的话，请投3。小美01，谢谢你的抖内。叮叮叮说会不会校长今天有来看朱大直播？他说有来看就不妙了。切尔尼塔说刚补完昨天5月5号那一集，觉得大家都应该看一下，整集就是在看小说一样啊，起承转合30年完成的一个完美闭环，重点是承跟转数据非常丰富，可以把一个事件讲像小说故事一样，真的很厉害。而且我在讲的是他妈所有人都觉得很烦的东西，好不好？好，有网友说沈博阳笑话还想再听，之后要讲。来，各位赶快投票，今天还不错，对不对？让你看到了那个阿扁新战神的厉害之处。但国民党内乱我就懒得讲了，妈干！国民党的内斗永远都不会让你失望，就是用烂招。谢谢简简单单做自己，谢谢4条。4条昨天说那个声音太小，可能是你自己的调整问题，我今天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对啊，阿扁，我只能想，阿扁那么聪明的人，他现在闹这么大，是不是想要校长特赦他呀？因为他现在一直不特赦，阿扁就会滴溜在那里。你知道，如果民进党愿意跟阿扁低头，阿扁比邱义仁还强。别忘了，邱义仁还是测试不用站第一线打仗啊，但是阿扁是自己打仗。我不是我危险，我已经说过，我是为了校长好，我一片赤胆忠心啊！我是劝诫校长，你要小心阿扁啊，这个狼子野心，千万小心。Kinsey 说，为了吃水饺，我可以去，地方不大啦，没关系啦。我也想在那个丰裕水饺，不是丰裕水饺，丰裕蜂蜜哦。最近丰裕推出了新的春蜜、龙眼蜜、荔枝蜜、利龙蜜新上市，我们拿最新的出货给各位，一定可以尝试看看，好不好？就这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差点 open the door， 没有，我是为了校长好。干，不要跟我讲说什么此子断不可留，他都76岁了，你大家不要这样子啦。
大家不要这样，好不好？好啦，谢谢四条，今天没有声音，你就开开心心的说，来，好了，各位，我们说再见了，拜拜拜拜。